我是 Judy，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来宾，他是来自于批准大中华基金经理人陈顺金陈协理，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批准保德信大中华经理人陈顺金，今天很高兴来到589操盘笔记，跟大家分享心得。我想呢，我们收到很多投资人来问一些总经的问题，那我把这些问题都汇整一下，然后我们先请教陈协理第一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放一下图卡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投资人来问说，他每个月都会看到一些台湾陆陆续续的公布的一些总经数据，那他想知道就是说，作为一个专业的操盘人，他是如何运用这些总经数据，然后跟投资做一个结合呢？我想大家在这些总经数据来看的话呢，它其实有很多资讯是可以应用的。如果说你们发现到说这个总经的数据是比较偏正面的或乐观的，其实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就可以大胆一点。就像有一个谚语说了，风来了，猪也可以飞到天上这个概念哦。但是如果你发现说怎么数据看起来都是一片惨淡或者是不好的状况，这时候大家投资就要小心一点，谨慎一点，可能跟旁边的朋友多讨论说什么时候是比较好的时机点，或什么是比较好的产业或公司哦。谢谢陈协理给我们的回答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投资人最常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投资人有在问，就是说，GDP 这个地方好像常常在提起来，这是什么呢？那 Judy 自己个人解读啦，GDP 就好像我们在看一家公司的营收一样，就是说，代表这个国家的赚钱能力，它可以跟去年同期做个比较，或者说跟别个国家做一个比较。不晓得说我这样解释对不对呢？对啊，大家可以看到荧幕上的一个GDP 的数字哦。那其实来看呢，在 GDP 的表现来看的话，台湾的主计处来看呢，它每一季都会公布 GDP 的一个数字哦。那在109年跟110年来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说，我想大家现在应该因为都还是在 COVID-19 的一个疫情的一个期间哦，大家可以回想到2年前的时候呢，可能就开始做一些餐饮业呢，这边是很惨，大家都不敢出去外面买东西，或者是说去做一个消费哦，所以呢，其实也会反映在 GDP 上哦。那在去年来看的话，也就是110年来看的话，景气就慢慢恢复了。那所以呢，它其实呢，对我们来看的话呢，它就是一个最好反映整个景气的一个状况。OK，谢谢那个陈协理给我们的解答。接下去呢，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说，投资人就在问说，依照你这样讲 ，GDP 是可以作为一个投资的依据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国家的GDP 都是晚3个月公布，它不像美国一样，可能还有一个什么前期公布，就是做一个预告。可是我们国家都是3个月后才会公布，那这样我如果按照 GDP 去做投资，会不会太晚才知道答案了呢？其实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说刚刚讲的 GDP 的一个概念或者是数字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，其实它的方向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它趋势性，就是它往上的时候呢，它会连续几个季都往上。那相反的，如果往下的来看的话呢，它也会连续几个季都往下的一个情况哦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说发现一个转折情况来看的话，大家就会知道说现在经济可能未来几季都比较好，或者是比较不好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在你的投资上面开始去想说，我要做怎么样的布局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，其实，在 GDP 的一个公布来看的话呢，除了 GDP 的数字来看的话，其实主计处也会公布其他的一个相关的数字哦，像是进出口啦、外销订单啦或景气对策讯号哦，这边你们都可以每个月公布的数字都可以来判断哦。那另外来看呢，主计处这边呢，它除了在公布数字之外来看呢，它呢也会公布一个它是往上修或往下修的一个情况。那这时候也是大家做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图卡上来看的话呢，在 GDP 的组成来看的话呢，它其实可以分成几个大块，一个是内需的部分，就是我们看到刚刚讲到的民间消费，就是大家记得2年前大家不敢去百货公司购物啦，或者是不敢去吃饭，这是在内需消费。所以可以看到说在109年的时候，其实消费的状况很差的。但是呢，台湾的另外一块就是出口方面是表现很好的。那这个呢，也可以反映在GDP 上的数字哦。包括在109年或110年来看的话，其实出口的表现都还是蛮亮丽的。所以这边可以看到说 GDP 是可以提供很多有用的一个数字哦。我们谢谢那个陈协理给我们这么精辟的解释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
投资人第4个问题呢，就是说，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 GDP，但是我们如果跟别的国家比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哪些数字呢？哦，对啊，其实我想大家可能可以知道说，其实，在投资在台股的时候呢，大家会常常看到说所谓的外资进出。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说，在外资来看的话，他们想要看什么呢？其实很多外资是看不懂中文的，你要跟他讲说，来看台湾的一些什么财经报道啊，或财经节目，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看的。所以他对外资的投资来讲呢，他们最方便就是比较一个全国或就是全球一致性的数字，那 GDP 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数字。所以呢，他可能会从台湾的 GDP 的角度去看台湾的数字，然后呢，去把这个数字跟其他国家相比，就以110年来看好了，其实台湾的 GDP 在比其他国家有些是好蛮多的，所以这时候就会吸引外资投进来台湾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跟其他国家比一个重要的原因哦。这可能也可以解释说，我们那时候股市相对比其他国家要来的抗跌最主要的原因。是，因为有外资的进入，那我们刚刚讲说，其实外资他们呢也是在看这些相关的数字的。OK， 那我们接下去看下一题。刚刚我已经不小心偷看了哈。下一题的话就是说，大家今年都在谈论所谓的通膨，那大家好像觉得通膨已经变成一个那个恐惧的因素。那到底通膨对我们的那个投资的影响是什么呢？对啊，今年其实大家都问很多通膨，那其实就我们再看总经数字来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图片上来看的话，其实就是看所谓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。其实，在过去的2年来看的话，台湾的物价是非常平稳的，甚至有时候来看的话，它物价基本上都是在0上下，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波动哦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不管对于厂商，就是上市公司或消费者本身来看，其实都是还蛮舒服的，因为成本是没有在增加的，所以他呢可能就想说，我怎么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就好了，我就不需要担心，厂商就不需要担心说我的原料成本上来啦，或者是工资成本上来。那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，你也不用担心说我买东西变贵了。所以在过去2年，物价是很稳定的。但是从去年开始来看的话，物价就稍微做个起来了。那这也是我们在讲说啊，好像通膨出来了。那其实我们就是看 CPI 的一个状况哦。那我们可以再多讨论一点，说 CPI 的话起来的话要做什么？那其实大家已经讲说，那通膨发生了要投资什么？那其实因为在这次通膨的上来呢，很多是所谓的原物料或者是石油价格的上来，但是呢，因为在台湾原物料的公司或石油的相关的公司比较少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再往第2步开始去想多一点哦。有些公司呢，虽然成本上来了，但是呢，它可以去转嫁成我们所谓的转嫁成本，就是说它也可以跟着涨价，或者说有些龙头公司其实就可以去把这个成本上来的一个压力，就是呢直接反映在产品的售价来看，这时候它的影响就会比较小一些。所以呢，在台湾来看的话，如果你找不到可以直接涨价的一个公司，那你就去找它。虽然呢成本上来了，但是呢它也可以把产品卖更贵，卖给消费者，等于说可以顺利把成本转嫁出去就对了。对， OK， 这就是我们在通膨的一个主题之下呢，可以做怎么样的投资的选择。OK， 那我们再看看最后一张图卡的部分哈。最后这张图卡的部分就是，我看到主计处里面出来资料，好像虽然说我们的那个 CPI 的年增率已经上了3%，可是在众多的国家比较起来，好像还是属于一个中间的位置。对啊，其实因为在台湾来看的话，油价的涨幅没有其他国家来得多，所以台湾在通膨这个议题上来看的话，其实是比其他国家好很多的。所以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呢，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琢磨，就是高通膨的国家呢，可能大家要担心一些。那台湾呢，相对来看，就通膨的议题来看的话，虽然大家可能会发现说，可能大家的什么食品啦，或者是买东西价格变贵了，可是跟其他国家相比来看的话，我们是好很多的。OK， 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陈协理到我们现场，而且给我们好精辟的分析。至少投资人在今天看完我们的影片，学了2个经济指标，一个是 GDP， 一个是 CPI， 那让我们在运用在投资上的时候会比较清楚。那请问陈协理，下个礼拜要来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国家的总经讨论呢？
我想最近在台湾很多投资人都有在投资在大陆的市场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就来谈谈大陆的总经好了。好，那如果说各位投资人手上有人民币资产，或者你在大陆经商或家人在大陆的时候，你想了解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的话，欢迎你下个礼拜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。那到了节目的尾声，要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。OK，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。